一个男人，一个出生在18线小城镇的男人，一个出生在18线小城镇学习不错的男人，他们都有一个美称，叫做凤凰男。我刚认识我老公的时候，就对他做出了这个精准的定位，但是我不好嫌弃他，因为我也是农村出身，能理解我们这样的家庭真的比不了城市里的富裕人家。我们的父母都没有医保社保，生病赡养样样都要钱，要是再悲催一点儿，家里还会有个不成器的手足，更是无底的拖累。好在我没有这个问题，我家里只有一个哥哥，已经结婚了，经济条件还可以，但是我老公王冕就不行了。他有个弟弟叫王仲，备受他爸妈宠爱，天天吃喝享乐，不务正业，经常找王冕要钱。王冕秉承着小家为重的原则，偶尔接济一下他们，都在我的允许范围内。可最近王仲的媳妇怀孕了，找人去卫生所看过，说是双胞胎男孩，好吗？这下我公婆高兴得要疯了，打了12个电话，叫我和王冕回老家去。12道金牌嘛，我吐槽，这是把你当岳飞了，估计很难善了。王冕一见面，公婆也不客气，都不寒暄一下，就吩咐我们以后要多多补贴王冕的弟弟弟妹。公公道：“你们当老大的，以后要多帮衬弟弟一家，这是2个儿子啊，这可真是光宗耀祖。”婆婆说：“你弟还有每月2000的房贷要还，这钱你们出了吧？你弟妹她怀双胞胎，也上不了班了，可以的话再给点生活费。我像被重锤砸中，眼前直冒金星，什么东西就要我补贴呀？你们能生，你们也得自己养啊。这个大环境，我们自己也不容易，整天在单位里胆战心惊，生怕被裁。你们倒好，连问都不问我们，就直接要钱啊！我是什么很贱的人吗？”看我和我老公面面相觑，都不说话，公婆有些着急。公公率先道：“你们俩这么多年了，就生了一个闺女，也花不了多少钱。你弟这可是2个男孩呀，2个，你们于情于理，难道不该帮衬帮衬？”婆婆也道：“就是啊，将来2个孩子奶粉钱、上学钱都不少，你们可不能不管。”我深吸了口气，说：“女儿也要富养，我们也不容易。再说现在单位都……”可我还没来得及说完，我老公突然嗷的一声叫了出来，把我和公婆都吓了一跳。“咋了？干嘛？”我老公龇牙咧嘴的捂着屁股，冲着我喊道：“你干嘛掐我？疼死了！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不是不同意？”公婆见此，纷纷同仇敌忾。“就是啊，你干嘛掐你老公？你有意见啊？”我想抽他，可刚要骂街，我看到王冕站在公婆身后，冲我疯狂地挤眉弄眼。“行，要这么干是吧？”我大声道：“对，我就是不同意。我辛辛苦苦挣的钱，凭什么给他们花？能生就能养，实在养不起了，你们2老养呗，我1分钱都没有。”公公气得鼻子都歪了，喝道：“你怎么这么小气？我们王家兄友弟恭，相亲相爱，你嫁到我们家来了，怎么一点仁义礼智孝都不懂？”我哈哈大笑3声，还仁义礼智孝，是笑死我的笑吗？公婆气坏了，扯着王冕的袖子说：“你还不管你老婆？”王冕点了点头，霸气地指着我说：“怎么？我说话不管用了是吧？你敢不听？告诉你，我就要帮衬我弟弟，别说房贷了，以后我的工资卡都给他。看他这么来劲儿，我只能配合道：“反正我不同意，你敢给他们花1分钱，就离婚。”王冕终于等到我这句话，连忙跳着脚道：“离婚就离婚，谁怕谁呀？”公婆见我们俩打起来了，赶紧劝道：“别，这倒不至于。这老2口希望我和王冕努力赚钱，贴补他们一家和小儿子，
并不想失去我这个劳动力。这些小心思，王冕和我多年来都明白的。我假装怒不可遏，推开上前来劝的婆婆，大吼道：“离就离，谁不离谁是孙子！”王冕戏精附体，道：“嘿，我就不信了，你个女人带个孩子，离了我绝对过不了好日子。看在你这么可怜的份上，我王冕净身出户，存款、房子、孩子都归你。以后我就算是去要饭，也不能让我弟弟一家子饿着。公婆，这倒大可不必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和王冕没少补贴公婆和他弟弟弟媳。王仲结婚的时候，弟媳家要18.8万的彩礼，还要镇子上的新房、五金、衣服钱等。公婆倾尽所有，还差不少，就朝我和王冕开口，一借就是20万，说是借，其实也不可能还。我气得肝疼，合着娶我时就一毛不拔，事事哭穷，娶小儿媳就全部满足，还要用我的钱。当时王冕觉得很对不起我，特意给我买了个金手镯，让我别往心里去。我知道他也很矛盾，一方面气自己父母偏心，可另一方面又觉得他们可怜，老了还要掏空家底。后来我们还是心软了，毕竟我也是农村出身，我们村那边这种事也不少。如果某家出了个能挣钱的大学生，全家都恨不得沾光，在他们心里都认为你的钱来得特别容易，可他们却不想一个草根在大城市立足会有多艰难。商量了一下，我们还是取了10万存款，借给王仲结婚。现在这10万块早已一去不复返了。王冕当时和我说过，这是最后一次，以后他爸妈再哭穷，他也会不为所动。我叹气，到时候你就没辙了。别看王冕他爸没什么文化，特别喜欢说大道理，什么礼义廉耻、家族荣耀，天天扑大儿子。王冕他妈更直白一点，不是哭就是磨。面对我的质疑，王冕说：“放心，我自有办法。”现在我看出来了，合着他的办法就是当戏精，怪不得上大学时非要加入话剧社呢。公婆本以为他们开口，我们好歹也会出点血，没想到我和王冕后院着火，先一步闹了起来，两人被唬住了，都说算了算了，你们这阵子不富裕就算了，家和万事兴，于是再不敢提让我们出钱，反而劝我俩和好。回去的时候，我心情还是很沉重，道 Roundy 先生，但这事儿肯定还没完。王仲是个没本事的 SB， 只会啃爹妈，他爹妈没本事，只会啃我们，简直是个恶心人的食物链。最可气的是我和王冕在食物链的底层，我们俩本来是草根，现在就 TM 是草。王冕叹了口气说：“静啊，不行，咱俩先扯个离婚证吧。”我深吸了口气，说：“不行，假离婚是很愚蠢的行为，更何况是为了这种事假离婚。我有个同事，本来生活还算美满，可为了买房和丈夫办了假离婚，结果大房子是买了，可住在里面的女人却不是她。她丈夫一上来也没想出轨，就是婚姻一下子没有了法律约束，心就开始活泛了。最后出轨了一个年轻女同事，虽说同事丈夫从一开始就不是什么好鸟，可如果没有假离婚，我同事肯定能更好地保障自己的利益。我不认为王冕是这种人，可是我也得保护自己的权益。王冕摆手说：“不是真离婚，我的意思是上网买个假证，糊弄糊弄我爸妈就完了。”我迟疑道：“有必要吗？那岂不是要一直演戏？过年也不回去吗？再有几个月就过年了。虽然我也不是很想去婆家，但我也没办法回娘家，因为我们那边有说法，说是嫁出去的女儿不能在大年30看娘家的灯，否则娘家人会走背字。
我刚结婚时，我妈就告诉我了，嘱咐我30那天千万别回来，气得我一晚上没睡着。我和王冕就是前有追兵，后有堵截，都命苦。王冕搂着我，豪气地说：“咱今年谁家都不去了，我带你和贝贝去海南旅游过年。”真的，那太好了！我激动了起来。我不回去，看我婆婆能不能使唤那个娇贵的怀了孕的弟妹。公公每到过年的长篇大论，我也听得够够的了。思路一打开，我立刻畅想了无数美好未来。回去后，王冕立刻买了个假证，做得十分逼真。果然，证还没捂热乎，我公婆又找了过来。他们说弟媳想在我们这边找个月子会所，让我们帮着订。公婆和弟媳不辞辛劳地跑来我家，提前连个招呼都没打。看着弟媳小心翼翼地抚着肚子走路，我无语地翻了个白眼。这才3个多月，还没怎么显怀，就摆这么大的谱。这将来要是真的生了2个儿子，不就成了慈禧太后了吗？弟媳大摇大摆地坐在我家的沙发上，嘴里咔呲咔呲地吃着我女儿的薯片，扎掉了一地。可她还毫无自觉，对我说：“嫂子，有饮料吗？渴死了。”我假装没听见，公婆却连忙对我说：“于静啊，快拿点喝的去。”王冕凉凉地说：“我们家没饮料，只有水，想喝自己接去。”弟媳不高兴地撇撇嘴，说：“这不是我想喝，是你2个大侄子想喝。”这种话也不是谁都能坦然说出来的。王冕呕了一下，说：“你们来有事吗？”公公说：“想来你们这边找个月子会所，听说现在都可先进了，每天都有活动什么的，这产妇休息得好，才能好好养孩子啊。”没想到我公公的思想还挺前卫。我说：“月子会所很贵的，3、5万到几十万的都有。弟妹想要什么价位的？想去可以，得有钱啊。”弟妹漫不经心地说：“怎么也得7、8万的吧，5万以下的水平都不行。”这口气大的，我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看来王仲挣大钱了。”婆婆微笑道：“这会所你们帮着订吧。你弟妹这么大的好消息，你们俩也不说表示表示。我觉得现在可以把那个假证寄出来了。”我和王冕真的是心有灵犀。婆婆的话刚说完，我们立刻对视了一眼。我直截了当地说：“我们没这么多钱，负担不起高级月子会所。”弟媳脸色顿时就变了，拽着我婆婆的衣服说：“您还说大哥大嫂肯定会帮忙，这才刚开个头，人家就不干。那我还生什么儿子？就靠王仲1个月3000块钱，都喝西北风去呗。”婆婆一听，连忙小心翼翼地哄她：“不会的，不会的，别生气。”我还真就不明白了，这么多年，我婆婆始终很怕弟媳，对我就是另一副挑剔难看的面孔。难不成就因为弟媳娘家就在本村，所以他们顾忌的比较多？公公也很不高兴，但他不和我说话，只对着王冕沉声道：“老大，你怎么说？”这就是逼着王冕表态。王冕僵着身体冲我使眼色。我叹了口气，这个坏人还是得由我来做。您别问王冕，反正我肯定不会同意的。我生贝贝时都没舍得去月子会所，凭什么花钱让别人去？我说道。公公重重地咳了一声，道：“老大媳妇，你这就不对了。咱们是一家子，就是要互相帮助，才能团结一致。做人啊，不能太计较了。”婆婆也说：“你们现在条件好了，总不能不管家里人了。当初我们辛辛苦苦地把王冕供出来，不就是希望他能帮着全家过上好日子吗？要是只闷头过自己的小日子，连亲弟弟都不管，会被人戳脊梁骨的。”我忽然有点明白了，其实他们这次来月子会所只是个借口，公婆真正的目的是想让我们给个准话，
一个会好好帮助弟弟弟媳养孩子的承诺。如果这次答应了，那以后就是无穷无尽的烦恼。王冕脸色发青，眼睛看向卧室，似乎是想把贾政拿出来。我轻轻地摇摇头，想再跟公婆讲最后一次道理。爸妈，你们是不是觉得我们俩的日子过得特别富裕，特别舒服？我现在给你们简单算算。我实打实地说，王冕是在外企，月薪11000；我在国企，月薪6000，加起来是17000。我们俩房贷是5000，车贷2000，孩子幼儿园1个月2500，美术班1000，每个月生活费2000。这都已经是在比较节省的状态下达到的，否则根本存不到什么钱。公公听了，皱着眉没说话，婆婆却转了转眼珠，道：“这不是还剩下4、5千吗？顶一个人工资了。”我无语道：“我还没算1年的物业费、暖气费、人情往来、车险、医药费等等。我们一家子不穿衣服、不换家电吗？贝贝大了，难道不存以后上学的钱吗？”我一点儿都没有夸大其词，日子真的是紧巴巴的。周末偶尔带孩子去个商场，充个200块淘气宝的钱，我都心疼得要命。贝贝还小，什么都不懂，可很多事我是看在眼里的。他班上的小朋友，不是穿着3、400的耐克、阿迪的鞋子，就是各种名牌衣服，可我都在网上给女儿买打折的衣服鞋。好多小朋友都可以在商场里随便玩，不是卡丁车就是娃娃屋，要不就看 VR 做手工，不会像我们一样抠抠搜搜的，在外面吃顿饭都要算计。也许有些小朋友的爸妈挣的没我们多，可是人家本地人都是有家底的，日子远比我们宽裕。我从没抱怨过公婆没给我们创造条件，可他们却在这儿苦苦相逼。我如此真情实意地说出了自己的难处，公公仍旧饱含深情地感叹道：“你们的日子多好啊，在大城市有房有车，孩子上着高级幼儿园。哎，你们弟弟的日子可比你们差远了。”刚才他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什么？合着全是对牛弹琴呐。我婆婆更是说：“你们3口人吃什么饭要花2000呢？还有那些培训班都是骗钱的，根本没必要上。要我说，一个女孩子长大了一嫁人就完了。”我气得头顶冒烟，反问道：“那我们得克扣自己的女儿，节衣缩食，把钱都省下来，给王仲他们养孩子，是吗？”我真的是忍无可忍，不能再忍了。婆婆一致张了张嘴，却还是说：“你们的一根汗毛都比他们的腰粗，过日子不能大手大脚。”我感觉他们纯粹是胡搅蛮缠。既然这样，我也没必要和他们好好说话。停，不要再说了。我和王冕已经离婚了，这些事以后不要再和我提了。我大声地说：“啥？什么？真的假的？”公婆和弟媳异口同声地喊出来。我果断地从卧室里拿出贾政，抛给他们，道：“我们已经不是一家子了，有事你们和王冕说，别跟我说了。现在因为你们不停地索取，你儿子已经离了，我倒想看看你们还要把他害成什么样。”公婆迅速地翻了翻离婚证，着急地质问王冕：“这到底怎么回事？”王冕这个戏精立刻苦着一张脸说：“我能怎么办啊？爸妈，当初我刚工作3年，你们就闹着要盖新房，非找我要10万。那时我和贝贝他妈正存首付要结婚，为了给你们这个钱，我们晚了1年多才能结婚，左一个10万，右一个10万。我和王冕要是大款好了，问题是我们也没钱。”公婆不自然地清了清嗓子，说：“这都多少年的事了，提他干啥？”王冕说：“这哪能不提？我们结婚时你们1分没掏，贝贝他妈也没说啥。后来王仲结婚，弟妹要这样那，
你们都给添置了，还找我们又拿了10万，我们也不是开银行的呀。婆婆皱着眉说：“哎，这可是你们同意的。”弟媳脸色也有些不好看，道：“谁家娶媳妇不给彩礼，不给买房啊？可别算我身上。”我冷笑：“我结婚时彩礼才6万8，都是贝贝他爸一点点地存的。我们结婚时还租房呢，2个儿子，这么偏心，就看我好欺负呗。”公婆憋了半天，才说：“你们上过学，有文化，比他们强多了。照这么说，好好学习的子女反倒成了弱势群体，自甘堕落的倒有人疼，这是什么歪理？”王冕叹了口气，道：“爸妈，我想说，因为这些个事，贝贝他妈不想和我过了，我都能理解。现在我还能住在家里，就是留观察看。你们再来提无理要求，我们俩就彻底完了。”公婆和王冕僵持住了，他们老2口倒也没有丧尽天良，不希望大儿子落个妻离子散的下场，可又害怕王冕以后不管他们了。老大媳妇，你们这个是怎么闹的？不至于呀。公公转向我，我嗤笑一声，道：“亲戚之间正常的帮衬来往都行，这我都同意。可我不会帮人家养孩子，救急不救穷。你们懂不懂？他们老2口非说2个儿子多重要，不就是看不上我们只生了一个女儿吗？可我的女儿是我在这世界上最重要的宝贝。我的钱都要给他花，凭什么给别人家的孩子花？”公公见我如此坚决，面露悲戚，长叹道：“哎，你们年轻人怎么都这么自私啊？做人不能这样。像我，从小就是家里的老大，自打上班挣钱，每个月都交给我妈，这才能把4个弟弟妹妹养大。难道我不管他们，看他们饿死？这是倒是真的。我听王冕提起过，可从前的情况和现在根本不同。我只能说，照您这样讲，王冕就该把挣的钱全交给您。行啊，那我也上班挣钱，我是不是该把钱全交给我妈，去养活我哥哥侄子？”公公立刻急了，不满道：“你这说的什么话？女人最大的忌讳就是贴补娘家，还女人最大的忌讳。”我翻了个白眼，讽刺道：“那我就活该倒霉，挣了钱只能贴补你小儿子一家，我又不是脑子有坑，我有我自己的孩子要养活，也有娘家可以贴补，我不是有钱没地儿花，你们有本事生就有本事养，找我们算什么事？”公公喝道：“你看空气里火药味这么浓。”王冕连忙走到我公公面前，哀求道：“爸，为了你们我都离婚了，你还想要我怎么样啊？”公公气呼呼地说：“你离婚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就是没用，连你老婆都管不了。”王冕苦笑着说：“我没用，行，我一无所有了，你们就高兴了，对吧？”公公竖起眼睛，骂道：“你个混蛋玩意儿！”还没说完，我婆婆连忙过来拦着，道：“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他们现在不方便，那就以后再说吧。今天也不早了，咱回吧。”弟媳期期爱爱地说：“哎，妈，那会所。”婆婆立刻给她使了个眼色，回头再说吧。我婆婆是个灵活且识时务的人，她知道今天捞不着便宜，就不会把关系闹得更僵。于是连拖带拽的把公公和弟媳拉走了。临走前，我公公还对着王冕一通输出，说他是个白眼狼、废物点心。这老2口，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，真是完美搭配。公婆走了之后，王冕和我瘫在沙发上，浑身无力。这老2口真是越来越难对付了。我奄奄地说：“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呢？总不能来一次演一次，时间长了，他们就会发现我们是假离婚，那就说什么都没用了。”王冕垂头丧气，过了半晌，才说：“其实我还有个办法，真没想到要走到这一步。
这半年来，王冕他们公司打算大幅度裁员 ，HR 给出了 N+7的补偿方式。在现在的大环境下，这已经属于福利型裁员了。有不少员工拿了钱另谋高就，王冕比较沉得住气。一方面，他现在的项目还差一点儿就能完美收官；另一方面，他打算找到下家，再接受裁员安排。最近，他和一个老同学说好了，离职后去同学的公司入职，薪资待遇谈得还不错。我和同学都说好了，打算过2个月再去办入职手续。王冕道：“2个月需要这么长时间吗？”我有些诧异。王冕叹了口气，眼睛看向远方，轻声地说：“这次得下一剂猛药，就在2天前，婆婆联系了王冕，问起我们俩的关系有没有好转。除此之外，还话里话外地说起弟媳怀孕不舒服，经常要去医院。听人说吃些燕窝会好点儿，村里没有卖的，让王冕帮着买一些。”王冕都无语了，月薪3000吃什么燕窝？说真的，如果王仲夫妻俩都简朴上进，真有什么为难的事，我们帮帮他们无妨，毕竟亲人就是守望相助。可他们俩明显的都是眼高手低、不务正业的主，给他们花钱只会助长歪风邪气。就是这事，让王冕下定了最后的决心。半个月后，他在原公司办好了离职手续，补偿款也拿到了。接着，他简单的收拾了一些衣物，径直坐上了回老家的高铁。天刚擦黑时，王冕安全抵达公婆家。他爸妈见他突然回来，吓了一大跳，还以为发生什么事了。王冕不负众望，惨然一笑道：“爸妈，我工作失误，被公司裁员了。本来和于静就扯了离婚证，现在彻底被赶出来了。”他用力地掐了掐大腿，挤出些眼泪道：“爸妈，儿子回来投奔你们了。”公婆王冕的到来，无疑让公婆的现状雪上加霜。他们惊疑交加，问道：“怎么会这样呢？你不是一直很认真工作吗？还能被裁员？”王冕说：“大环境不好，这都是早晚的事。”公公自言自语道：“看了好多新闻，原来还是真的呀。可你上这么多年学，怎么还能没工作呀？”显然大受打击。婆婆情商高一些，道：“没事没事，工作没了可以再找。”王冕长吁短叹地说：“哎，现在哪里找得到合适的工作呀？我也是实在没办法了，不行我就回来种地吧。”公公差点站不住，颤抖着说：“你要回来常住？”王冕重重的点头：“对呀，爸妈，你们不会不管我吧？”公婆面面相觑，一时间说不出话来。这些年来，王冕学习好，能在大城市结婚生子站稳脚跟，始终是他们的骄傲，是他们在村里炫耀的资本。就像王仲结婚时缺了不少钱，公婆也不担心，对村里的亲戚邻居夸口，找大儿子要就行。他在城里干高薪职业，挣得多，对方都会羡慕得不得了，说：“你们可真会教育，养了这么个好儿子，儿媳妇也听话，多好啊！”对公婆来说，听到这些评价，比让他们吃海鲜大餐还开心。不得不说，公婆对家族未来的规划很完美。王冕虽然离得远，但可以给他们提供面子和金钱支援。老二留在身边，没出息一些也无妨，将来能给他们养老就行，自然可以多多补贴。可如今王冕就这么灰溜溜地从城里回来，公婆何止面子受损，整个家庭计划都被打破，以后可能都没脸出门了。晚上，王冕躺在家里自建房3楼的房间里，和我汇报了一下情况。等听完全部内容，我觉得他好损呐，这一招真的是直戳公婆的弱点。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？我问。王冕想了想，说：“就当放个假，先歇几天，
然后慢慢等待时间的馈赠。我怎么感觉他好像很爽的样子？看我表情不太友善，王冕赶忙说：“这几天就辛苦你了，亲爱的。”我无语道：“辛苦倒是不辛苦，你能把事情处理好就行。”挂掉电话后，我女儿贝贝撅着小嘴说：“爸爸还要多久才回来？这些年我晚上都会接一些私活，挣点外快，所以贝贝绝大部分时间都是王冕哄睡的。他不回家，孩子比我还不适应。我只能说，还得一段时间。你想爸爸了？”贝贝点点头，说：“妈妈，爸爸为什么要假装没工作，回去骗爷爷奶奶？”我一震，原来我和王冕平时的讨论交流，孩子都听在耳朵里了。要命，这可不是什么好教育。孩子已经快6岁了，正是大脑高速发育、养成良好世界观的时候。我斟酌了半天，才说：“因为爷爷奶奶希望爸爸帮助你叔叔，可是爸爸觉得叔叔应该自立自强，自己赚钱养孩子。这样说应该还可以吧？”贝贝想了想，歪着头说：“我不太懂，爸爸直接不理他们不就好了吗？为什么弄得这么复杂？”贝贝跟公婆他们1年才见1、2次，根本没什么感情，自然可以说出这样的话来。可大人的世界却复杂多了。我只好说：“是这样的，爸爸小时候也是爷爷奶奶照顾着长大的，就像我们现在对你一样。父母很辛苦，也很不容易，总不能因为他们老了，有些糊涂了，就彻底不理他们了。”王冕对公婆的感情很复杂，但归根结底是善意的。贝贝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我解释道：“还有啊，你爸上大学的时候，家里正好特别困难，听说你爷爷挨家挨户的去借钱，跑了好多人家，受了不少白眼，才凑够了爸爸的学费和生活费。”这些事是王冕永远铭记在心里的。公婆是没什么文化和见识，还有偏心、重男轻女的毛病，可他们也真心疼爱过王冕，对他寄予厚望。我轻声道：“所以你爸爸既想好好的照顾咱们这个家，也想好好的孝敬爷爷奶奶，让他们晚年幸福，不得已只能用一些特殊的方法了。你们幼儿园不是也学过吗？亲有过，见使更，怡无色，柔无声。幼儿园让打卡的《弟子规》也让我学到了很多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父母有过错，子女有义务让他们改过来。可是提建议时态度尽量好一些。王冕现在做的，可不就是另类的建议吗？”接下来，王冕依旧踏踏实实地待在公婆家。公婆一开始担心他事业家庭两失意会想不开，对他百般宽慰，很有耐心。可时间长了，公婆就有些忍受不了。试想想看，就算是上了大学的孩子回家，1周可能还新鲜，到第2周就忍不了了。一个大小伙子啥也不干，只躺床上玩手机，天天吃白饭，真的超级碍眼。要是他一直不出门，那也还好说，丢人的事关起门来自己解决。可王冕偏不，每天吃过饭，他就背着手出门溜达，和每个路过的村民唠嗑。村里人最喜欢打听狗血八卦，王冕的到来给他们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。啥？离婚了呀？啊，还被裁员了呀？这是闹的。孩子归谁？归女方了呀？哎呦，这以后还是你们老王家的人吗？这大学生学这么多年也没用啊，还不是没工作，回村了。这些闲言碎语如同春风一般，吹到了公婆的耳朵里。他们最好面子了，这么多年来经常在村里吹牛，现在被王冕好一通啪啪打脸。可公婆又不能阻止王冕出门，每天都生活在极度的内耗之中。我听王冕说完，笑得肚子都疼。在王冕无所事事、四处闲聊的第3周，公婆终于忍受不了，
特意为他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，主题是如何让王冕振作起来。婆婆先发言：“你和于静离婚，财产是怎么分配的？总不能是你净身出户吧？”公公也道：“别的就算了，房子总得说道吧。”王冕捂着脸说：“别提了，现在房子还差好多年贷款呢，一个月5000多，于静都不知道怎么还。我还分房子，我哪有这么大脸？再说了，这房子是最高点买的，现在卖，连当初的首付都拿不回来。我总不能为了这点钱让贝贝流落街头。”公婆沉默了，有种无处使力的空虚感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们再接再厉道：“那你总得再找个工作呀，这么下去也不是事。”王冕眼神中透出一股厌世的意味，淡淡道：“现在大环境太差了，工作哪里好找？哎，我知道我没用，爸妈，你们别嫌弃我，大不了我就和王仲一样，在附近县城里随便找个活干，挣不挣钱的也无所谓了。”公婆至此，老两口的焦虑到达了顶点。公婆又忍了一周，王仲带着媳妇回来了，一见面，这哥俩就吵了起来。王仲骂王冕没本事，只能回家啃老。王冕叉着腰反驳道：“你都啃了这么多年了，我才刚啃你就有意见了？你怎么不提我给你出钱结婚，给家里出钱盖房子呢？”王仲切了一声，不屑道：“说这有意思吗？爸妈供你上了大学，又没供我，你难道不该出点力？”王冕鄙视地望着他，毫不留情地说：“你那是爸妈没供吗？你根本考不上，好吧？是谁小学就留级，26个字母都背不下来，还好意思跟我提这个？”这话直指王仲的死穴。王仲气得眼睛都红了。“我告诉你，王冕，别以为从前花了点小钱你就有功了，我才是咱们家的大功臣呢。我媳妇怀了2个儿子。”王冕这次不接茬了，只看着我公婆，告状道：“爸妈，我冤不冤啊？是你们让我补贴王仲，我媳妇才和我离的婚啊。可现在你们看见了吧，人家根本不把我当回事啊。这就是你们的好儿子，我冤死了。”公婆傻了眼，局面怎么就越发难堪了呢？现在一边是多年来给家族带来荣耀和金钱的大儿子，另一边是贴心且马上要生育2个孙子的小儿子。正所谓手心手背都是肉啊！王仲和王冕大吵了一架，吵到最后，王冕用了激将法：“有本事你就自己好好工作，自己养活老婆孩子，天天啃老，啃我算什么事？你要是出去能挣到钱，我就服了你。”王仲被激起了斗志，叫嚣着一定好好搞钱，回头发达了，要拿10捆人民币砸死王冕。王冕起哄道：“那我等着你了，做不到你就把脑袋揪下来给我当凳子坐。”王仲吼道：“好啊，你等着！”两人不欢而散。公婆终于意识到了，这些年来他们所谓的人生规划，实际上只会让老儿子更加不劳而获，让大儿子更加委屈，获利的似乎只有他们老两口。可2个儿子的日子都不好过，他们又能好到哪儿去呢？王冕摆烂的1个半月后，公婆彻底坐不住了，他们给王冕出了个主意，说：“你还是回去求求贝贝他妈，让他重新接纳你，2人好好过日子吧。”婆婆还说：“你好歹也是贝贝的亲爸，原配的夫妻总比半路的强。再说城里也好找工作。”王冕心里偷着乐，可面上不显，假装担心地说：“贝贝他妈对我失望了，不想和我过了，我也没工作。”哎，公婆有些无措，眼下只想把王冕轰走，于是说：“那个，你放心，只要你以后好好过日子，我和你爸再也不给你添负担了。王仲也该长大了，不会再打扰你们过小日子了。
王冕拉长了声音道：“那什么月子会所、燕窝、房贷。”公婆摆了摆手，道：“不提了，不提了。你弟媳也是的，眼高手低，咱们农村人也不富裕，要这些干啥？真是招不下他了。回头我去跟他说，让他愿意过就好好过，不愿意过就走，我们也不留了。这还差不多。”此行的目的基本完成，王冕心里终于松了口气。就这样，王冕凯旋而归。他也不敢疏忽，第一时间去同学公司办理了入职。完事后，立刻回到家，得到了女儿一个深情拥抱。我们的生活总算是雨过天晴，假离婚还是挺好用的，是吧？王冕轻笑着说：“我真是哭笑不得，生活如同一场闹剧，好在欢乐比悲伤要多。我也十分庆幸，如果我嫁的人不是王冕，而是我从小到大经常看到的一些死要面子的普信男，可能会把日子过得一团糟，整天内耗，很快就会离婚了吧。这件事说明你爸妈还是心疼你的，用一场戏来证明亲情，也不错。”我轻声地说：“说到底，公婆并非什么大坏人，只是偏心糊涂。”王冕却有些不以为然，自嘲地笑了笑说：“爸妈对我有爱，但不多。我知道他是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和王仲一样的待遇，多少有些遗憾。若是王仲落到这个地步，公婆可能会大力支持他，而不是急着把他撵出去。可他和王仲毕竟不一样，老人总是会心疼那个没本事的。”我安慰地摸摸他的手，说：“这只能说明你在你爸妈心里是有能力的，能顾好自己。”王冕无奈地笑了笑，说：“我都知道，所以谁都不怨。哎，这2年心里有什么难受的，只要一想想我的贝贝，就全都治愈了。有你们真好。”“是啊，有家真好。”我趁机道：“就是我们最疼你了。”王冕温柔地回抱住我，说：“我也最疼你们了。番外，距离过年还有1个月，我妈给我打电话说，30那天千万别回来呀，初2再来。”现在听到她说这些，我心中几乎毫无波澜，于是把手机放在一边，自己则慢悠悠地整理去旅行要穿的衣服。可我妈絮絮叨叨没完，说：“对了，你初2别忘了带点桂顺斋的点心来，你嫂子喜欢吃，回头多买几盒，让她带回娘家去。我嫂子就是我妈的主子，需要用心去侍奉，可又不是我的。”我撇了撇嘴，等她都说完了，才道：“妈，今年我不回去了。”我妈啊了一声，吃惊地说：“干嘛？都这么多年了，你还生气呀？”我说：“你气性也太大了。年30的事是老例儿，你看我跟你爸结婚后，你姥姥也嘱咐过我，我没心思听这些，只说妈，我不是对你们的老例儿有意见，只是我今年要去旅游过年，所以就不回去了。点心什么的，我寄给你们吧。”我妈顿时不高兴了，开始反复说些车轱辘话，话里话外让我不要这么多事。我对你可够不错的了，当初彩礼也没留下，都给你带走了。家里这么多年，有什么事也没和你开过口，就为了这么点事，你都不回来。我妈越说越委屈，这是她的心病还是我的心病呢？反正我都释怀了。我只好说：“妈，咱们开诚布公地说，其实在你心里，只有我哥我嫂子还有你孙子才是你的亲人，对吧？你是没有对我索取过什么，可是我在你心里排在第2阶梯，不是吗？承认父母没这么爱自己，是我人生重要的一刻。”我妈怔了怔，才说：“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咱们这儿谁不是和儿子一块儿过？你嫁得这么远，我将来指得上你吗？这都扯到哪儿去了？”我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妈，我能理解你，但也请你理解理解我。家里没有我的房间，我们去还得住宾馆，
大过年的这么冷，我不想折腾。今年我就想带着我女儿舒舒服服的去三亚，过一个温暖的春节。你有您的小家，我也有我的小家，相互理解一下，可以吗？”我妈显然没有很理解，她哇的一声哭了出来：“白眼狼，白养你了！”等到王冕回来，我问起公婆对我们不回去过年的反应，她道：“我爸妈啥也没说。以前公婆可是很重视过年回家这事的，现在倒好。王冕演了一次戏，公婆彻底放低了对他的要求。这难道就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喝？听说他们的原话是：过年来不来的没事，你好好轰轰于静，陪他回家过年吧。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了。公婆这是担心王冕被我退货，再送还给他们呢。他回村的那2个月，到底是有多讨厌啊？王冕也是哭笑不得，说：“回头给他们寄点年货就行。”我点头，该给的都给。我妈那里，我也把年货送过去。做人论迹不论心，我从来都问心无愧。王冕搓了搓手，激动道：“那咱们就开始订机票吧。”贝贝欢呼道：“太好了，要去海边挖沙子了。”我说：“没错，椰梦长廊的海岸线很长，咱们想去哪儿挖就去哪儿。”